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期视频呢，我将详细介绍如何在美国的特拉华州注册代理人所有的信息。大家可以看到地图上面啊，特拉华州它有米尔德福、米尔顿、乔治敦、布里奇维尔、米尔斯伯勒等等，都是在它管辖内。我们要在它管辖内这些州怎么注册公司，今天我将详细为大家介绍啊。那如果说你正在特拉华州创业，或者已经有一家企业，并且正在为你的企业寻找注册代理人，那么今天呢，我将展示如何通过西北公司这样的一个服务来获得非常实惠的一个注册代理人。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吧。那么首先你需要了解美国公司注册代理人是什么，为何如此重要。那么在美国，注册代理人不仅是公司法律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更是确保公司合规运营、及时响应法律文件的关键角色。那么简单来说，注册代理人它就是指公司注册州所在地为其接收和处理重要的法律税务文件的经过登记注册的个人或公司。这个角色的存在是为了确保公司能够及时准确地接收来自政府、法院或者其他相关机构的法律文件和通知，如诉讼通知、传票、税务通知、年度报告、要求等。注册代理人在公司注册和运营过程中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公司与政府之间的桥梁，负责确保公司遵守所有适应的法律和规定。由于注册代理人的地址会出现在州政府公开的公司成立文件上，因此他们必须有一个在注册州内的实际地址，并能够在工作日期间正常的接收邮件和文件。那在这里简单的说，就是这个注册代理人呢，他主要的目的就是将指定的一些接收的法律文件啦送达到个人或者企业。基本上呢，就是如果说你被起诉，对不对，他们会亲自递送一些文件给你，他们还会负责接受法院发出的传票、诉讼通知令状、传付令等。用大白话来说，注册代理人就是一个特定的法律角色。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注册代理人是必须的吗？是的，注册代理人在美国公司注册中是必须的，几乎美国所有的州都要在公司成立的时候必须指定一名注册代理人。这一规定是为了保护公众利益，确保公司能够随时的接收重要的法律文件和通知，从而避免因为没有收到文件而错过关键的诉讼、税务或监管要求。如果公司没有指定注册代理人，或者注册代理人的信息不准确，公司可能会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包括被州政府撤销注册、面临罚款或甚至被起诉。因此，为了确保公司的合法性和合规性，指定一名合格的注册代理人是至关重要的。这一部分非常重要啊，我们一定要了解清楚。因为我们要注册一个公司，它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对于我们在国外的一些要求必须弄清楚了，我们才去注册，才去做这个事情，对不对？因为这个注册代理人呢，他是在公司注册和运营过程当中，它是起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啊，它是公司和政府之间的一个桥梁。如果你在特华拉州有一家企业，法律要求你必须为你的企业指定一个注册代理人的他们需要一个人或企业在档案中，在美国注册公司是必须要有的这个注册代理人。那么我们要在特拉华州注册公司，同样也需要一个注册代理人。特拉华州的注册代理人它的要求非常的简单，首先你需要一个实际的街道地址，这里呢不允许使用邮箱或者信箱之类的，因为要在正常的营业时间内要有人实际在场，邮政信箱只是一个邮箱，没有人，所以说这个是行不通的啊。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实际它的位置在这个特拉华州。那么为什么你的企业需要注册代理人？在特华拉州呢，每个有限责任公司啊，我们所说的 LLC 或者公司，它都必须有一个注册代理人，并且呢要在州政府备案。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他们负责代表你的公司
接受任何的法律文件，必须有一个实际的人在那里。因为如果通过法院或者其他的法律手段传递文件呢，他们需要证明递送已经发生。那么特拉华州注册代理人有哪些选择？那首先呢，你自己也可以担任自己的注册代理人，那你的有限责任公司呢，也可以作为你的一个注册代理人，但是它也是有风险的，因为你没有在特拉华州，也就没有一个实际的地址。那如果说企业的地址与你的家庭地址相同呢，所有这些信息都将被公开，那你呢也还可以让你的家人或者朋友担任啊，前提是他们必须要住在特拉华州，或者雇佣一个特拉华州的注册代理人服务，那么他也称之为商业的代理人。比如这里也有说啊，如个人或专业的服务机构。那么这个Northwest呢，就是一个西北注册代理，那它的一个作用呢，我们在上面所阐述的啊，它是在美国有实际地址的，它可以作为一个专业的机构，这就是西北公司它存在的一个意义。所以这也是我推荐大家使用这个注册代理的原因之一，因为它真的非常实惠，并且呢可以省去很多麻烦。大家都知道，注册一个公司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前面也有跟大家讲过，无论你的注册代理人是谁，这些信息呢它都是公开的，并且他们的地址也是公开的，其他人呢都可以访问。所以我相信这里大多数人都是不愿意让他们的地址是公开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雇佣别人来做这件事的一个意义。那如果说你确定有人在特拉华州都在那里呢，那也不是不可以。那如果说你的朋友那他也在特拉华州，并且呢他们不建议公开他的一个家庭住址，这样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一年下来呢，他确实可以为你节省一笔钱。但是呢，还有一点我要重点给大家强调一下啊，他们必须是在正常营业时间内都要实际在公司现场的。因为这些小概率的事件中呢，如果说你被送达或者发生其他的事件，那你必须要有人在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同时呢，它就带来了一些风险，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实际接收法律文件或者说任何文件，州政府呢它可能就会关闭你的公司。所以你需要合规，那么你就需要有人在那里。那如果说你自己或者说你雇佣的人他都不在那里，这会出现什么问题呢？那么就可能会出现文件弄错送错，这个呢可能就会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求我们要去找一个这样的专业的注册代理公司，并且他是非常擅长这件事的一个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肯定的啊。非常希望能够确保发送的任何文件呢，它都能够及时打到你的手中。那特拉华州它每年的一个费用啊，大概在$100到$300左右啊。他们将代表你接收任何文件，它会让你来更轻松，没有任何压力，并且呢，它的价格啊，确实是性价比比较高的，美国本土的一家注册代理。所以呢，我非常强烈的推荐大家来使用这个 Northwest 这个西北注册公司代理呢，那他们还会帮你的公司合规，确保提醒你后续的一个日期或者一个截止日期。那当然他们的保密工作呢也是做得非常的好啊，保密性呢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如果说你要使用这样的服务，那么你的地址呢将受到保护。所有的这些服务呢还会为你扫描这些文件，并允许你从任何地方查看它们，所以不会限制你在什么地方。当你在家的时候啊，或者说你不需要在你实际办公室里面，这个呢就是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的一项服务，非常值得的一个原因啊。所以强烈推荐大家来使用这款 Northlight 啊，这样一个注册代理。我知道其实市面上呢也有很多啊，通过调查，目前呢用西北注册代理公司的人是最多的，很多人他也是经过一些调查，那最终呢选择了西北注册代理公司。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每年的一个费用呢是$125，也是非常实惠的啊。那他们主要的一个特点呢，它是所有的州都有服务，无论你是在内达华州，或者是在墨西哥州，或者是在纽约州，它都可以使用他们来作为你的一个注册代理人。那么如果说你有多个企业在不同的州，那么使用一个服务来处理这些事务，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啊。
因为你将在一个地方拥有所有的信息，这样呢可以简化事情，节省你的时间。注册代理的连接我已经放在视频的下方描述栏或者评论区啊，你可以点开这里的更多，或者评论区点击展开。第一个就是西北注册公司代理连接的啊，那么它就会直接带你来到这里西北注册的这个页面，那你只需要在这里填写相关的信息就可以了啊。那你也可以点击顶部上面它这个 logo 标识，来到它的一个官方首页，我们可以在这里面了解一下啊。那我们再点击沉浸式翻译，有中英文对照啊，这样看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如果还有小伙伴没有装的，可以装一个沉浸式翻译。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当你需要更多的时候，那第一项就是获得注册代理，我们点击一下，那就来到这个注册页面啊，注册代理服务。我们可以看到，选择 Lovelight 作为你的注册代理，你可以获得即时服务、公司地址、默认隐私和邮件转发。当你想要更多的时候， Lovelight 是唯一一家可以轻松提供从域到 DBA 的业务服务的注册代理，而且全部在内部进行。接下来就是了解了他们的服务代理要求，以及拥有合格注册代理如何为你的业务增加价值的所有信息过后，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他就要你在下方选择你想在美国哪个州，那这里有个下拉箭头，我们就可以选，是吧？第一个就是阿拉巴马州，有加州、科罗拉多州，我们之前写的是特拉华州啊，我们选一下特拉华州，我们找一下特拉华州，因为它这个只能去选啊，因为它没有这个地方没有搜索项，那我们就只能一个一个往下拉，找到特拉华州，这里点击一下特拉华州，那这里就来到了我们特拉华州注册代理页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特拉华州开展业务需要州内注册代理人，以满足州的法律。使用像 Lovelight 这样的第三方注册代理，你可以保持合规，并且我们的地址是你的注册代理，而不是你自己的地址，也就是说他们公司的地址只是我们注册代理的地址啊。接下来是 Lovelight 在多福的注册代理办事处靠近公司部，确保快速的提交、动手故障排除和免邮费件的转发。当你想要更多的时候， Lovelight 是唯一一家轻松提供从域到 DBA 的业务服务的注册代理，而且全部在内部进行。这下面大家也可以下来看一下啊，什么是特拉华州注册代理？如何更改我的特拉华州注册代理？为什么选择西北大学？如何订购注册代理服务？特拉华州代理常见的问题解答，这下面都有很多的一些知识啊。如果小伙伴们想注册美国公司，可以进来学习一下。那右边小伙伴们可以看到啊，它的注册代理费每年$125，我们就这里点击一个租用。那来到这里就是继续填我们公司的一些详情，告诉我关于一些贵公司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公司名称，对吧？也就是说你想要创建什么公司，我们把直接名称直接写到这里，比如说龙哥电商水杯责任有限。那下面这个就是公司实体类型，我们可以看一下，有 LLC 有限公司，有公司，有非盈利性公司、非盈利性有限责任公司、专业有限责任公司，这很多啊。一般我们都是选 LLC 责任有限公司啊。接下来就是问你将诉讼和法律通知副本发送给你的律师吗？我们这里写 no 啊。这里可以看到，那接下来有一个，我们将为你提交受益所有权的信息，这个也就是一个 BOI 的报告啊。你填了过后，西北注册代理公司就会帮我们的 BOI 报告一起向州政府提交了啊。但是这里费用大家有看到有变了，就是$150了。这里看到有费用就有变啊，就是$150了。因为他这里提交这个报告就会有多$25。如果大家觉得在接受范围内是可以的，如果想节省这笔钱，我们以后自己来提交也是可以的，就可以关掉，不用点开。那我们就点一个继续。接下来就是填你个人的一些信息啊，在这里
按实际填写就可以了，名在前，姓在后，电话号码、国家、你的住址。因为这个地方呢，它只是我们注册的时候用到的，填写真实的信息就可以了。那我们就点击下一步，就来到一个创建账户。在你的账户中，你将能够管理你的企业详细信息，并填写你需要的任何州表格。这个账户呢，主要就是后面你需要登录用的西北注册代理的时候需要用到的，你的邮箱啊、创建密码啊，设好之后呢，这里就是设置你的密码啊，那就是确认你的密码。设置以后，我们就点击下一步啊。那这里可选项目呢，需要的话你就勾上，不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先不勾它。接下来的其他项目呢，如果说你现在有公司，那么你可以免费将你的注册代理更改为这个 Lovelight， 也就是这个西北注册代理啊。那他这里问你需要在哪里提供服务，我们就说特拉华州。你现在没有的话，我们这里就不勾选它啊，就直接点击下一步。这里就来到我们的一个付款页面啊，这里就填我们的一个银行信息啊，你的持卡人姓名，这里就填写我们持卡人的一些相关信息啊，前面写持卡人的名字，后面写我们的姓氏，这里输入卡号，填写好了的话，这里就可以直接付款了啊。那在最开始的时候呢，你在填写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啊，它有几个标准，第一个是标准的，是在7天内就可以处理的，也就是7天内可以给你拿到。第二个是加急的，$160啊，它价格不一样，加急1天的它要$210，这种的费用就会更高啊。如果你在很着急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加急或者加急1天，如果大家在不急的情况下，就选第一个标准就可以了啊。因为所以整体下来呢，它有一个基础费用是$39，它一个110元的代理费，所以总共是$150啊。那填好这些信息过后呢，大概1到2个星期，西北公司它注册成功之后就会发给你的邮件，到时候再登录到这个页面来看就可以了啊。那特拉华州呢，它每年的基础费用就是$125，这个价格呢还是相当实惠啊，因为它每个州的费用是不一样的啊。它提供了很多服务，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啊。它会帮你扫描所有的邮件，那当邮件到达的时候呢，它也会通知你。总的来说呢，西北注册代理这个 Lovelight 呢是非常可靠的，值得大家信任。这个呢也是我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它的一个理由啊。西北公司注册链接呢，我已经把它放置在视频下方和评论区。如果小伙伴们正在寻找注册代理人服务，我强烈建议推荐小伙伴去使用它啊，因为整个过程下来，大家也可以看到，只差不多10多分钟就填好了啊，并且呢，他们的合规性和隐私性呢都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包括这上面他们所有的信息，所有的服务的州区域差不多有50多个啊，这上面都是有的，小伙伴们进来都可以先了解一下，再决定选不选用西北注册代理公司。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呢就讲解到这里。如果本视频呢对您有所帮助，请伸出你们发财的小手，帮忙点赞加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喽，谢谢观看，拜拜。